你敢相信吗？时光号能捞到这些螃蟹，是船长大乔费尽心机、千辛万苦的，又是送礼又是跟踪，才终于找到的。那说来真的是妙计横出，精彩绝伦啊！事情是这样子的，螃蟹工厂受疫情影响，让捕蟹船排队交货。大乔驾驶的时光号排了2天队，终于成功的把螃蟹卖光，再次来到白令海北线寻找雪蟹。先是天公不作美不说，浪大的吓人，关键是这运气也不咋地，连着换了2个地方了，捞到的螃蟹还不够一顿火锅呢，时间可不等人呐。不过呢，大乔可是个大聪明，稍微研究了一下地图，立马记上心头。50号这不是离得挺近的吗？打个电话探听一下螃蟹的消息，却不成想这一通电话时机太过巧合，给大乔带来了一个机会。原来50号船长猛哥已经在北方冰层边缘探测了好几天了，终于让他找到了一个超大的雪蟹老巢。趁着月黑风高，大浪飘飘，疯狂地打捞着满满的蟹笼，笼笼都是500-600只雪蟹。猛哥正美美的想着再捞个2天就能回去交货了，这个速度肯定能排到比较靠前的位置。这哪成想呢？理想很丰满，架不住现实，他太骨感，才捞了没几笼呢，发射台的液压杆爆浆了。对，你没看错，直接往外喷油了。你说这玩意儿它坏了吧？它也不是捞不成螃蟹了，直接影响就是到螃蟹的时候得手工往外扒拉，这扒拉着扒拉着人就容易烦。这要是回去修呢，一来一回得6-7天。然后呢，所以说无巧不成书，大乔这时候打电话过来了。更巧的是，大乔正好有一个备用的液压杆。老铁们，你们觉得大聪明会怎么利用这次机会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哦。大乔呢，先是慷慨解囊，立马拍着胸脯保证，放心吧兄弟，马上给你送过去，而且还很贴心的给涂成了粉红色。这么好心，肯定是要提条件了啊。那个猛哥呀，你那边螃蟹多不多啊？分给兄弟我点吧。这大聪明几乎是捕蟹队的头号公敌了。猛哥也不傻，一顿太极打得极为流畅，奈何对讲机里的报数还是出卖了他。于是乎，大乔也不多说，直接关掉定位，悄悄跟着50号。嘿嘿，你不告诉我没关系，我自己找呀。这叫什么？先礼后兵，趁火打劫，再来个暗度陈仓，我就不信找不到你的螃蟹窝。一路跟踪下来，很快就找到了猛哥的蟹笼浮标，一顿操作猛如虎，把蟹笼起里哐啷一顿扔。坐等螃蟹上钩吧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开始打捞吧。果然是螃蟹成堆啊！哈哈哈哈！数千股风流人物，还得看我大乔啊，谁也拦不住我大聪明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长按点赞加关注，精彩下期见。